大家好，我是小玄子。每次和大家聊到数位货币的未来，都感觉咱们正站在一场新时代革命的风口浪尖。而今天的话题，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因为上集我提到 Pi Network 和 Swift 的比较后，有一位观众寄信来提了个超棒的问题。他的问题是 Swift 和 Pi 币的总量都是1000亿枚，但 Swift 现在的币价才2块多美元。那如果 Pi 币在2025年第一季度开放网络，哪怕一开始价格很高，会不会最终也像 Swift 一样大幅回落？毕竟真的很多空气币、迷因币，在开放网络的那段时间，真的就是它的最高价位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开放网络的那一刻，会不会其实是最好的卖出时机呢？这个问题问的又犀利又现实，毕竟我们每天点闪电赚拍币，哪怕不用真金白银，投入的时间成本也是一种投资。每个人都希望努力有回报，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今天这一集，咱们要来深度解答这位拍友的疑问，并且还有一个重磅附加话题，就是给大家一些关于虚拟货币的投资建议。除了派币和 Swap， 还有哪些潜力币可以考虑当长期投资呢？相信已经有不少派友们已经通过下方链接申请了 Bitget 的交易所，没有的话，可以看看之前的影片，或者下方也有图片的连结教学，大家可以试着去操作申请。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重点吧。首先问题就是，若派币最终的价格跟 Swap 一样，我该不该在开放网络的那一刻卖掉手上的派币呢？其实小玄子想告诉大家，拍币的情况其实跟 Swap 完全不一样。从持币结构、资本操控难度到市场流通性来看，派币都有明显的优势。让我们一起拆解看看，这不会和容易被操控呢？主要是官方持币比例高 ，Swap 的总量是1000亿枚，其中有超过一半的 Swap 约520亿枚是由 Ripple 公司持有，且很多时候这些币可以随时解锁进入市场流通，剩下的流通量集中在少数大户手中。市场上的 Swap 虽然看似很多，但因为资本家、大型机构可以用极低的成本大量收购，市场的主导权实际上掌握在巨鲸手里。这些巨鲸可以通过大量买卖 Swap 来操控市场价格，造成巨大的波动。普通投资者往往无法跟上这样的操作节奏，容易被收割。但相对而言 ，Swap 的流动性和巨鲸操作提供了波段交易的机会。如果你能抓住时机，也有可能从价格波动中获利。所以小玄子本身也是支持大家持有一些 Swap 的，关键是做好风险管理。而拍币的情况完全不同于 Swap， 它的持币结构和流通计划决定了资本家要操控拍币价格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项目方把拍币价格的决定权交给了你们，就是辛苦点闪电6年的先锋们，才是拍币的最大持有者。拍币的分配是基于努力及挖矿，普通用户是最大持币群体，而不像 Swap， 官方团队掌控了一半的币量，市场流通部分也早已被资本家掌控。更重要的是，派币目前高比例的锁仓机制，也进一步限制了市场流通量。即便是在开放网络阶段，真正流通的派币只占总量的很小一部分，大约8亿枚。这让资本家即使想大量收购，也难以实现对市场的垄断。换句话说，派币的命运掌握在每个先锋手中，而不是资本家。资本家想要操控派币价格，唯一的方式就是去市场上大量收购。而区块链的3大特性，就是去中心化、不可篡改性和透明性、可追溯性。这3种特性共同构成了其核心特性。小玄子没猜错的话，开放网络后，最先把手上拍币卖掉的人，很可能就是之前利用区块链不可篡改特性偷偷囤拍币的人。说白了，这些人可能早在私下交易中大量收购了拍币，等到开放网络的那一刻，他们就可能选择大甩卖，迅速套现一波，可能会引发短期内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再加上人性使然，随着时间推移，或许不用几年，拍币也可能逐渐成为资本家操控的目标之一。然而，不同的是，至少这一次，项目方给了每一位先锋一个全新的选择机会，由正在看影片的你们来决定拍币的初始价值与未来方向。所以，看完以上解析，相信大家能明白，为什么每当派友去问项目方拍币的未来价格或价值是多少时，项目方总是回答拍币的价值是由每位拍友决定的。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深藏着对所有先锋的信任与期许。拍币的价值不仅来自区块链技术，更来自于你们每位先锋的共同努力。未来由你们来书写，而这正是 Pi Network 这场数位革命的魅力所在。小玄子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项目方说这句话的含义，所以请大家多多分享此影片，给你身边努力点闪电派友们吧。同时也希望以上的回答有回答到提问题的那位派友。接下来呢，申请过 Bitget 交易所的派友们注意了，小玄子要跟大家介绍2种可长期投资的潜力币。首先是到 XRM Stellar 跨境支付的超级通道。各位派友，想象一下未来有一天，
我们想要从本地汇款到美国，只需要几秒钟，并且手续费低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科幻小说？但事实上 ，XM Stellar 早已将这个科幻变成了现实。为什么推荐 XOM？ 它有这4大优势：一、超高速、低成本的跨境支付。Stellar 的区块链专注于打造全球最高效的支付网络，尤其是在跨境支付场景中，传统银行汇款可能需要数天时间、高额手续费，但使用 XM， 汇款速度几乎4秒即完成，而手续费只有不到1美分。举个例子，假设你用 Stellar 汇款1000美元到国外，你的手续费可能还不到一杯奶茶的钱。2. 专注普惠金融，瞄准新兴市场。Stellar 的目标是让全世界，尤其是那些在传统金融体系中被忽视的新兴市场，都能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这与 Pi Network 的普惠金融理念非常契合。在这样的定位下， XM 不仅是一种支付工具，更是撬动金融革命的利器。3. 合作伙伴实力强大，应用前景广阔。Stellar 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区块链项目，它已经和多个国际机构建立了深度合作，和 IBM 合作推动全球支付网络的建设，和 MoneyGram 合作在 XM 融入全球汇款服务中。这些合作意味着 XM 正在被更多实体业务应用，未来的需求只会持续增加。价格相对低廉，目前一颗连 0.4 美金都不到，金融门槛低，相比其他高价的加密货币， XM 的价格仍然非常亲民，属于低门槛的投资标的。以目前的技术潜力和应用场景来看， XM 有很大的升值空间，堪称小资族进场加密货币市场的最佳选择。小玄子一句话推荐 XM： 如果你看好区块链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并且相信普惠金融的未来，那么 XM 是你不容错过的优质币种。它不是空气币，而是一枚真正落地的实用币。接下来介绍第2种 Sol Solana， 速度之王，区块链的高铁。现在让我们来聊聊另一个炙手可热的币 Sol Solana。如果你觉得以太坊 ETH 太慢，手续费太高，那 Sol 会让你惊呼，原来区块链还可以这么快。为什么推荐 Sol？ 它是区块链世界的速度革命，超高速处理性能，区块链中的高铁。Solana 是目前全球最快的区块链之一 ，TPS 每秒交易量能达到65000笔以上，而且手续费极低，几乎忽略不计。对比一下，比特币 BTC 每秒只能处理约7笔交易，而以太坊 ETH 每秒处理约15笔，而 Sol 的速度是它们的数千倍。这样的性能让 Solana 成为 DeFi 去中心化金融，就是非同质化代币，以及各种 DApp 去中心化应用的理想平台。Solana 的生态系统发展速度惊人，许多知名项目都已经选择在 Solana 上部署。例如 Serum 去中心化交易所，专注于高频交易。Stellar Atlas 基于 Solana 的区块链游戏，未来感十足。Phantom Wallet 超受欢迎的 Solana 生态钱包。这些生态项目带来了真实的用户和应用需求，进一步推动 Sol 的价值增长。而且它背后的资本团队实力雄厚，其中包括全球顶尖的风投机构 S16Z、Andreessen Horowitz 和 Alameda Research。同时，它的创始人 Anatoly Yakovenko 曾在 Qualcomm 担任工程师，技术实力非常强大。有实力的团队，有钱的支持，还有日益庞大的生态，Sol 的发展基础可谓非常扎实。DeFi 和 NFT 领域的领军者 ，Solana 被称为以太坊杀手。它在 DeFi 和 NFT 领域的崛起速度令人震撼。以太坊的问题在于手续费过高。Gas fee 动辄20美元以上，而 Sol 的手续费低至几美分，无论是 DeFi 借贷、质押收益，还是 NFT 的发行和交易 ，Sol 都是高性价比的选择。小玄子一句话推荐 Sol： 如果你想抓住未来 DeFi 和 NFT 爆发的机会，那 Sol 是你最值得拥有的区块链核心资产。它不仅是技术的速度之王，更是一个庞大生态的核心代币，潜力无穷。还没有申请 Bitget 交易所的人呢？下方有连结跟教学，若想学习完整出入金的朋友。第86集，有小玄子的教学，身为币圈人的你们，大家务必要学会它。以上，感谢看完影片的你们，记得还未通过 PyKYC 申请的你们，记得在1月底前寄出申请。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感到有所学习，记得帮我点赞、分享，让更多派友一起参与这场数位革命。我是小玄子，朋友们，咱们下集见。